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Ivan。由于呢，有一些网友问我说他的粉刺问题以及痘痘肌肤该怎么保养的，那这一集我就来谈一谈，因为我自己在青春时期的时候，就是所谓的粉刺、痘痘、油性肌肤。那我是怎么处理痘痘不会留下痘疤的？我之前的影片已经谈论过了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来谈一谈我那个时期的时候我是怎么保养的。其实大部分的人，就连我也是，在青春时期的时候，我总是会怨天尤人，觉得说，哦天哪！台湾这种环境对我们油性肌肤也太不友善了吧！我随便擦什么东西，我都要长粉刺，都要长痘痘。这种情形呢，当我学习到正确保养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在台湾是很幸运的一个族群。希望听完这一集，你们也会有相同的感受。原因是因为大部分油性肌肤的人，我们只需要到补水产品就好。绝大部分的锁水产品其实跟我们是无缘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很省钱。我们自己的皮肤就会出油了，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再额外的补充油脂呢？可是有些的网友会跟我反映，老师，虽然我有粉刺跟痘痘的问题，但是我用的乳液跟乳霜都是很清爽的那种，擦上去根本就没有油腻感啊。会这个样子说，表示你根本就不了解化妆品跟保养品的制造过程。以市售的乳液来讲，其实基本上都会用到20到50% 的油，乳霜的话甚至可以用到高达70%的油脂在里面。你之所以会感觉到清爽，纯粹是因为厂商在里面加了所谓的细磷或者是挥发性细磷这种成分，它会让我们的肌肤在碰到这样子的产品的时候感觉到很清爽，会把油腻感完全消除。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假象而已。假的！哎呀，我眼睛业障重。而油脂就是造成我们痘痘的痤疮杆菌的营养来源。如果你不断的提供你的营养来源给痘痘们，擦这一些高油含量的产品在你的脸上，那么你无疑是在邀请痤疮杆菌、粉刺、痘痘来你的脸上开 party 啊！因此，如果你跟我青春时期一样，是属于粉刺很多、痘痘很多的人，我会建议你在使用完补水产品之后，不要使用油类来锁水，而是使用蜡质的成分。而蜡质的成分锁水最有名的就是凡士林。如果你还不了解锁水跟补水之间的概念的话，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中有提到。那也有一些网友跟我反映说，他使用了凡士林之后，他觉得脸很闷很油，主要是因为在使用凡士林的方式错误了，可能是用的太厚了。所以今天这一集最重要的就是教你们怎么使用凡士林。基本上我自己的凡士林用的是这一罐。那这一罐其实基本上在任何的药局或者是屈臣氏啊、康是美、宝雅、光南都可以买得到，很便宜，大概60几块钱、70块钱而已。那它取用的用量大概只需要这样子而已，看得到吗？大概2粒米的量就够了，然后在手心搓开。搓开之后呢，按压在你脸部的干燥区域，用按压的方式按压在脸部的干燥区域就可以了。基本上它是连眼周都可以使用的，所以如果我眼周很干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也是只用凡士林而已。而薄薄的一层，由于它是蜡质的成分，它有很高的锁水性质，它就可以帮你的肌肤的水分锁得紧紧的。而我之所以使用按压的而不使用涂抹的方式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凡士林这个蜡质它的摩擦系数很高，如果你直接用涂抹的，很容易造成拉扯，而拉扯不管你是向上或者是向下，基本上对你的皮肤都会有老化的危机存在。这个在我之前的按摩影片中也已经提到它的概念了。那如果你觉得你在使用完补水产品之后再用凡士林，你还是觉得肌肤很干，有2种可能性。第一种可能性可能是你的洗面乳、清洁产品这一类型的东西，它的清洁力太过于强大了，所以导致水分的流失是连后续的保养品都补充不回来的。那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我会比较优先的建议你换掉你的清洁产品，换成比较温和类的，洗完之后肌肤是很清爽，但是又不会紧绷的，那是最好的。而至于怎么挑选清洁的产品，之后在我的清洁影片中我会提到。如果你觉得你的皮肤很油很腻，一定需要很强的清洁产品才有办法把你的油脂带掉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纯粹是你的错觉。其实任何一款温和的洗面乳都已经足以带掉你脸上的油脂了。另外一个，如果你上完锁水以及凡士林之后，你还是觉得干的第2个原因就是你的温度不够，尤其是在换季以及冬天的环境之下，我们的皮肤基本上表面的温度是不足以吸收大量的水分的。而怎么使用我们的手去提升温度，我在上一集的影片中也已经提到了。有网友跟我反映说，他们的手在冬天的时候很冰，根本搓不热，甚至还有网友说，我可不可以拿吹风机直接对着脸吹来加温？我绝对不可以。
因为吹风机会把脸上的水分给吹掉，所以这样子反而是本末倒置的。如果你的手真的搓不热，你可以准备一杯热水或温水，将手捂在上面来达到升温的作用，而不要直接使用杯子就往脸上敷。我都靠这招啦！所以这边来总结一下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在青春时期的时候有一段粉刺痘痘在你脸上开 party 的情形，你要记得你的保养品锁水的部分不要再使用乳液、乳霜以及油类了，不管它多清爽都一样，可以改用蜡质的成分，像是凡士林这一类的东西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欢迎留言在下面让我知道，也记得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